大家好，欢迎来到登山事务所，我是小雨。我们今天呢要来造访京都二条城，还有京都御苑、京都御所。那我们刚刚呢已经在公车的神泉院前站下车哈，搭乘62或63号京都巴士。然后呢，我们要从东大守门进入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日本的国指定重要文化财二条城。那这边后面就已经是二条城的这个城墙了。那我们现在马上就过马路，然后前往二条城。二条城城墙护城河之美。我们回程呢就是要从斜对面的地下铁二条城前站，搭乘这个京都地下铁东西线到乌丸御池站，再转乘京都地下铁乌丸线到京都川站，然后前往我们的京都御苑。好，我们左转，它的入城时间是早上8点45分到下午4点。好，我们现在左转，前往东大守门。那跟大家讲一下，二条城的门票是大人1300日元，高中跟国中生是400日元，小学生300日元。昭和数年3月，重建的石矶旧二条离宫二条城。然后呢，要怎么样才能够畅游这个雄伟的二条城呢？首先呢，我们会先从现在的售票处东大守门这边进入了嘛。然后呢，我们会先往左转，经过东南偶炉，然后到这个唐门，然后从唐门这里面进去，然后逛二之丸庭园，然后到二之丸御殿，全部逛完之后，再从本丸鲁门进入内护城河，然后进入它的主要的本建筑本丸庭园，还有本丸御殿。然后还会去这个天守阁遗迹，完了之后呢，再从这个西桥出去，然后呢就二条城石墙，接下来再往右转，经过清流园、香云亭、和乐庵、绿之园，然后最后回到展示收藏馆哈，它再额外收费100日元，然后再回到东大守门出去。那所以它也分成外护城河跟内护城河。东大守门呢，它其实也是非常重要文化财，是相当于二条城的正门。那现存的门被认为是修建于西元1662年左右。据说当初修建成时，就像现在这样是鲁门2层建筑的。然后呢，但在宽永年间，天皇二条城行幸时，为了不从2楼下看天皇，而改建成了现在的一重门。那我现在马上就先往左转哈，顺路的前往我们的这个东南偶炉。好，我们抵达了东南偶炉。好，那这是由内往外拍的一个画面哈，从外面就是城外往里面拍，这个东南偶炉其实也是蛮漂亮的。它是在二条城的外护城河4角。建有作为哨台的偶炉，因为平时作为武器库使用，在1788年的大火焚毁了众多炉楼，如今仅东南偶炉和西南偶炉2处留存下来。屋顶采用了快柏树皮，门上有4根柱子，鲜艳的雕刻着代表长寿的鹤和松竹梅。我们现在从唐门进入呢，就要来到这个二之丸庭园、二之丸御殿了。二之丸御殿呢，它被列为是国宝级的哦。它是由6栋建筑物构成，是江户时代初期完成的书院建筑风格。御殿中装饰着狩猎派的作品，房间之间呢有精雕细刻的隔窗，它的这个大广间，1之间跟2之间算是最大的主室呢，它见证了
西元1867年的大政奉还，主要就是当时的第15代幕府德川庆喜将这个主要掌控整个全国政治的一个权力呢交还给了天皇，结束了江户幕府时代。那我们刚刚呢已经离开了二之丸御殿，但是因为二之丸御殿里面是完全禁止摄影跟拍照的，所以我就只能从外头端详。所以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就没有在做摄影。那我们现在呢就准备前往二之丸庭园啊，从这里往右转，然后前往二之丸庭园。好，马上前往二之丸庭园。现在开始有一点点飘雨。我们现在呢所看到的就是这个二之丸庭园哦，然后这里是它的小池塘哈，然后前面还有它的庭园跟池塘。那它在池塘中央设置有蓬莱岛，左右配设以鹤龟岛，是一座书院风格的庭园。经过巧妙设计，能够从二之丸御殿的大广间、黑书院、行幸御殿3个方向观赏到本丸御殿。好，接下来我们就左转，准备要去它的主城了哈。经过这个内护城河，抵达本丸御殿。好，那我们现在就要从在地，我们等下就是过这个本丸鲁门，正式进入它的内城。然后来到天守阁基本丸庭园。以及本丸御殿。二条城，它在西元1994年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哦，并且呢，这个日本它其实它的这个就类似我们台湾的1级古迹、2级古迹一样。有分级的，分为3级哈，有第1级最重要的是国宝，第2级是重要文化财，第3级就是文化财哈。刚刚所看到的二耨丸御殿6栋全部被列为是第1级的日本国宝，还有呢东大守门等22栋则被列为是建筑物的重要文化财。然后二耨丸它这里面有非常多的那种山水的黄金的名画哈，则是1016幅，都被列为是美术工艺品的重要文化财。城内总面积有27.5公顷。好，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里呢，就是进入了我们的一个本丸庭园里面。现在先去造访天守阁基。我们现在呢进入了这个天守阁遗迹，它其实是在本丸的西南偶，有从福建城搬迁来的5重6层的天守阁，
而在西元1750年因雷击而烧毁，之后没有重建，现在仅残留着石墙。从这里可眺望到本丸御殿和本丸庭园、京都的街市景色。Don't let the pig drive the bus. 离开天守阁遗迹，现在就让我们前往本丸御殿。那这边要跟大家宣布一个非常遗憾的消息：本丸御殿封闭了。刚得知的最新消息后，它目前是在进行维修，预计会在2024年的9月才重新对外开放，所以我们只能从外面呢观看它的御殿的景色。本丸御殿是在西元1893年从位于京都御所东北部的贵宫御殿移建到二条城内护城河处的，并被日本政府指定为了重要文化财。而我们刚所经过这个本丸庭园，则是在明治天皇行幸时被重新修建，可欣赏到四季各异的景色。好，我们接下来就顺路离开这个本城，然后从内护城河出去，前往清流园香云亭。二条城呢，它是就赫有名的德川家康开启江户时代的这个创始人的这个城池然后呢，它是德川家康在西元1603年修建的。那德川家康在漫长的战国时代后，最后统一了日本，令日本迈入了长达260年的和平与繁荣时代。然后呢，德川家康建立的幕府持续了15代，江户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稳定繁荣的时代之一。在1600年关原之战后，德川家族统一了日本。1603年，家康成为天皇身边的征夷大将军，被任命后，家康向聚集在二条城的大名们宣布了此事，也就是说，二条城成为了开启日本历史最重要时代的舞台。尽管德川家康很少住在这边，但是他有时候还是会来这里住。西元1750年的8月，因闪电呢，火灾5层的天守阁烧毁。接下来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在1867年的10月份，当时呢，在这个二之丸御殿的大广间，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将政权交还天皇，在大明面前宣布德川幕府结束。终结了这个日落时代日本迅速完成了由封建制到近代民主国家的转变，所以二条城呢，同时成为了开启和终结德川幕府的一个封建制最后篇章的舞台，也是日本走向近代社会的舞台。就此，明治天皇继位后，开始了明治维新。所以这里真的还蛮具有这个历史意义的，因为现在的二条城呢，可以说是也是经历大政奉还的一个所在地。好，来到北中市切门，是重要文化财。从这里离开之后，我们接下来应该就会到清柳园香云亭和乐庵了。那这个清柳园是于西元1965年建造而成，是由香云亭、茶室和乐庵所在的日式庭园与铺设草坪的西式庭园组成的日西合璧庭园。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香云亭，蛮漂亮的。好，重要文化财北大守门。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要前往出口了，然后前走这里有指标写出口。到离开出口之前，我们还是会造访一下它的展示收藏馆，需要付100日元一个人。展示收藏馆不知道有没有开啊？怎么又没有开？上面是写说入馆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4点半，
但是还是没有开，所以很可惜的，我们也无法参观这个展示收藏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纪念品店逛一逛，以后就要离开二条城喽。好，这里是有协助这个重建二条城的方敏。离开二条城，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好，我们今天呢上半天造访了世界文化遗产哈，也是德川家江户幕府时代的主要的根据地所在城池。那我们就再见，拜拜。